爸爸，我不是说过在这里要叫我老大吗？你应该待在瑞士，怎么一听到都寒的消息就立刻跑来了？瑞士总部现在只剩空壳，奥尔多早已分散到世界各地。可是和艾勒姆蒙克联手这个决定我无法接受。现在连老大的决定你也要插手吗？卡格古米是守护西欧恩家、守护江浦血脉的家臣。时代变了，都汗30年来都没觉醒，这条血脉已经断了。卡格古米传承1000年的家业，不能由爸爸一个人擅自断送。替主君复仇也是卡格古米的家业，别再插手。艾勒姆蒙克早已丧失人性，根本就是恶鬼，根基和柳也都栽在他们手上。只靠卡格古米无法对抗奥尔多，只要能摧毁奥尔多，我连恶魔都愿意联手。爸爸，放下你对都汗的感情吧，他已经选择了红苏丽。我对少爷不是那种感情，艾勒姆蒙克也在打少爷的主意。这是老大的决定，我不能同意。你应该很清楚卡格古米的传统，拔刀用刀，不要用嘴，贯彻你的主张。爸，这是真刀，可能会有人送命。你搞那种不成气候的儿女情长，把卡格古米的血都稀释了。你的回答我听见了，现在说出你的决定。我会带着第一组离开卡格古米，卡格古米放弃的使命将由第一组延续。你知道离开意味着什么？若你挡我的路，我会斩了你再走。是，我已经做好觉悟了，爸。父女情深真让人感动，您还故意放下了刀。他从小失去母亲，至今连父亲的一点疼爱都没得到。他的刀锋既然有这么坚定的意志，我也不能再留他。天津，优基是个可怜的孩子，就算日后正面交手，也请你至少为他让一条路。韩国分部报告，奇尔松半导体新晶片的优先订单合约已签妥。作为交换，洛基工厂把持有的奇尔松股份15%转让给奇尔松集团。15%虽然可惜，但眼下还是机器人大军优先。大祭司，您来了。把计划提前，先在史瓦拉公开战斗型机器人。什么？这样一来，我们史瓦拉共和国会成为全世界的箭靶。我们必须抢在哈拿工业之前掌握战场，
主导权。世界不会为与自己无关的利益行动，那就由我们亲手创造这份利益。明白，我们立刻开始接触周边的反抗军。别管资金，下个月前完成所有准备。可是战斗型机器人的核心晶片还……奇尔松半导体的优先订单下周就会到货。奇尔松集团皆是温花大师扶植起来的，而洪苏利还是奇尔松半导体执行长。洪苏利，我导书的容器，如今站到了这场战争的中心。妙色，帮我找一栋房子。您想搬离都韩先生的公寓吗？隔壁哈律师就是天津，这绝不是巧合。大师姐，会长把新晶片50枚的500亿韩元另留给您。500亿韩元，还买不起一栋我们全家在首尔住的房子。房子买得到，但若要符合规模和维安需求，光土地就几乎花光了。人住的房子为什么要这么贵？合理吗？因为这里是首尔。这就像掉进既得利益者挖好的流沙坑，还以为自己也是既得利益者，连快死了都不知道。算了，把搜寻范围扩大。我会去找。爸，谢谢您为了帮我把洛基工厂持有的奇尔松15%股份转回集团。是我媳妇儿的事，我当然得全力帮忙。不过爸，您还记得隔壁的哈律师吧？你说那家伙就是天津？如果他一直从隔壁监视我们，谁什么时候进出，甚至我们接下来会搬去哪里，他都会知道。所以这间公寓已经不安全了。你判断的没错。会长说，50枚新晶片的500亿韩元归我，要我用在需要的地方。所以我买下了这栋位于雍英的房子。不过爸，抱歉，我应该先跟您商量再买的。有什么好道歉的？虽然婚礼还没办，但我早就把苏丽当成家人了。我最不愿看到家人受伤，所以才赶着先找房子。好，那就搬去雍英。房子是你找的，搬家的事交给我。是，爸。我来跟咪家说，我们要搬家了。搬家去哪？雍英。怎么突然要搬去雍英？苏丽在那边找了房子。他买了房子？他没先跟同住的，我们商量就买房，就算花自己的钱，也不能叫我们直接搬吧？别去找苏丽说什么，这件事全是我准的。天津假扮成哈律师，就住在隔壁监视我们。但他一句话都没跟家人说，就先选好房子，我还是不喜欢。他不是为了自己方便才买的，是为了把我们全家一起带走。我得懂他这份心。你已经完全站在苏丽那边了。这不是选边站的问题。吉姆咪家也在雍英找个离这栋房子远一点的地方，让韩国分部搬过去。是分部长，但分部目前没有足够资金另拟新址。查一下秘密账户，这次转让洛基工厂股份时，我另外存了一笔秘密资金。要连设施一起搬，恐怕要花不少钱。钱够用那笔。是，我明白了。所以这栋房子的范围到哪里？听说围墙里几乎全是。初次见面，我是奇尔松集团常务董事妙色，受洪执行长指示，负责交接这座宅邸。洪执行长结束总部行程后就会过来，先为各位介绍这位管家。很高兴认识各位，我负责宅邸的生活与设施管理。
那边是别馆和员工宿舍。主屋里已备妥各位家人的房间。让一般员工常住这里，家里的事不是很容易传出去吗？他们都是经过身份查核、签过保密协议的专业生活服务人员。每位员工的出入区域也已划分，这里只会放生活必需品。这样才对，家就该只是个家。可是搬家公司的车怎么还没来？这里的家具和家电全都是房屋内件配备。原本的家具与家用品已经存放在仓库，只有各位立即需要的私人物品已经搬进各自房间。其余需要的物品之后再搬进来。现带各位去看房间。苏丽真的是为了我们才买这栋房子的吗？妈也听到了，是隔壁的人太危险才搬的。我知道，可是一直接受他的照顾，心里就是过意不去。那妈也为他做点事就好了啊，做你想为他做的事。先去看看房间吧。搬家辛苦了吧？房子还喜欢吗？你回来啦，工作累了吧？快去洗澡，晚餐我来做。不用，我很快洗好就下来准备晚餐。不用了，今天你什么都别碰，晚餐做好前好好休息。晚餐由厨房人员准备。今天是第一天嘛，第一天当然要由我这个女主人来做。妈，为什么是女主人？这是苏丽姐的家耶。苏丽从一开始就把房子登记在我名下。你花钱买的房子，为什么要登记在你公公名下？又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住。这是我们全家住的房子，交给爸做主，我才能安心工作。苏丽姐也真是的，都韩哥有什么好的？都韩哥才是现代版灰姑娘吧？喂，我在苏丽身边帮了多少忙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帮她什么？各方面都帮了很多。你知道苏丽有多少事要顾吗？总之，妈，搬家当天吃炸酱面才是基本款了。吃什么炸酱面？等着，我煮好吃的给你们。好想搬回公寓，他以前连手指都不动，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拜托你劝劝妈，我今天一整天都没吃东西。什么？那你们两个都别吃。今天是第一天，你好好休息，晚餐我来做。我洗好澡马上下来。妈，我也在旁边帮一点忙。我一个人就够了，你去休息。那我照妈说的帮忙处理食材就好，先做什么？让我想想，先做什么好？您把煮汤的牛肉拿出来了，是要煮牛肉萝卜汤吗？没错。那萝卜切成薄片，牛肉先加一点，芝麻油炒过就行了吧？对，我正要这么做。萝卜你切，调味交给我。好吗？您不用调味粉，只加1匙汤酱油，其余用盐，对吧？料理要吃食材本身的味道，用什么调味粉？真好吃。真的吗？真的很好吃。真的是妈做的？怎样？不相信？
只是妈做的菜竟然吃得到食材原味，太神奇了。你们两个马上把汤匙放下。明明几乎都是苏丽在厨房做的，好痛。才不是，都是妈做的，我只在旁边帮忙处理一点食材。你工作回来还煮了汤，多吃一点。好吗？第二组应该没有理由来这里吧？搞什么？你这家伙！这里现在归我们用。第一组该腾出来了。你不知道这里是优姬小姐的私人财产，不属于卡格古米吗？私人财产，他还是卡格古米成员时才算数。我早就看不惯你们第一组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你是觉得区第二组能对付我们第一组才闯进来的吗？没错，第一组是很厉害，但你们打得赢第二、第三、第四组联手吗？卡格古米不靠嘴打架，放马过来！大家上！等一下，我不能对曾经同桌吃饭的同伴挥刀。第一组，我们走。这样就没意思了。反正我们要的是这个据点，明天早上见一个砍一个。组长，卡格古米来袭，怕事情闹大，我们放弃了据点。有人受伤吗？这个据点先放弃。以后我们可能还得再次与卡格古米刀刃相向，想离开的人可以走。组长的决定就是我们的决定，第一组永远追随组长。好，先找个落脚的地方。都寒。贝克瑟尔，你不是去瑞士出差吗？回来了。都寒，我有事拜托你。好，说吧。你不是有间秘密研究室吗？可以让我用吗？就是西根当旁边那间。啊，那间研究室被艾勒姆蒙克袭击，已经全毁了。你为何需要？我在韩国的住处出了点问题，现在没地方住。那就来住我们家。公寓太小了。不是，我们搬到雍因了，这里非常大。我得跟帮我的人一起行动，恐怕不适合住你那里。我家旁边的员工宿舍有很多空房，让那些人住那边就好。真的可以吗？可是那栋房子不是苏丽买的吗？房子登记在我爸名下，你也见过苏丽，跟他打过招呼了，我去说，苏丽会答应的。这样好像很失礼，可我现在的状况实在不好。好吧，我会过去。贝克瑟尔小姐，欢迎你，好久不见。苏丽小姐，你过得好吗？我听豆涵说你最近很忙。有事儿明天再说，晚了，先休息。管家已备好你的房间。抱歉，
突然就这样闯进来。我们之间还说什么？又不是才认识1-2年。不过你说要一起来的那些人呢？可是人有点多，23个。咦，他们是做什么的？人还真不少。是跟我一起在日本工作的人。看起来全都像保镖。没错，做的工作差不多。苏丽小姐，这么多人真的很抱歉，让我们借住几天就好。他们是保镖吗？一看就知道个个身手不凡。太好了，妙色硬是把齐尔松半导体的警卫队调来我们家，我正愁工厂是不是得重新招一支警卫队。这些人如果住在这里，我们就不需要警卫队了。苏丽小姐，你愿意这么说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管家，麻烦帮他们安排住处。是，执行长，各位，请跟我来。哎呀，贝克瑟尔，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没来？伯母，您过得好吗？我去瑞士出差了一趟。很晚了，先去休息，明天再聊。看这情况，卡格古米是出事了吧？什么，伯父？您早就知道了吗？我知道你是卡格古米根新的女儿，也知道你为了保护都寒，故意像影子一样一直待在他身边。我会替你瞒着都寒，你最好也别提都寒的过去，对我，对你都好。是，我会牢记在心。本以为家就是天堂，原来天堂在院子里。看什么？妈，不也在看？我是在监视他们，看是不是危险人物。敏涵，该上班了。来了！别停，实战中只要停一次就会死。训练可以，但这里不是战斗基地，是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家。明白，我们不会留下痕迹。日出之前也别出声。再来。直到现在，人工智慧都只在荧幕里做出判断。从今天起，那个判断将拥有身体。即使部分机体受损，整台机器也不会停下，
战争中死去的不是下达命令的人。从今天起，机器将代替人类站上战场。哈纳工业发表全球首款次世代战斗型人形机器人。这款人形机器人搭载了奇尔松半导体的新型 AI 晶片。哈纳抢在洛基工厂之前进入次世代战场。各国国防部接连提出采购询问，哈纳工业股价也在发表后立刻大幅飙升。发表仅3小时就有12个国家提出采购询问。也有国家表示将重新检讨与洛基的既有合约。我们只用1天就撼动了洛基多年建立的地位。维克多接下来也会行动。这正是会长一直等待的时刻。父亲会认为自己今天赢了。难道不是吗？奥尔多当众落了下风，你以为维克多会袖手旁观吗？您要回总部吗？现在回去只会成为父亲的刀。我们留在这里，只负责少爷的安全。没想到哈纳这么快就发表，上市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。没想到红苏里连晶片都供应给哈纳。洛基部分既有合约订单正转往哈纳。不是武器，而是恐惧。要阻止上市吗？现在才阻止，已经公开的产品，哈娜就会成为受害者。把哈娜自己公开的资料原封不动送给各国，危不危险？该由收到资料的人自行判断。不必终止交易，只要把核准延后到验证结束即可。坏了也不停地杀戮机器，符合现行风险等级嘛？请依照贵公司的标准重新审视，其余交给投资人决定。即使身体部分受损，仍会继续执行任务的杀戮机器。这是哈娜自己公开的事实，该如何解读，就由读者决定。哈娜人形机器人可能失控的疑虑升高，各国要求验证致命 AI 的安全性。进口核准与共同开发都已暂缓，金融机构也调高了哈娜的风险评级。哈娜工业的股价暴跌，主要零件供应商也开始重新检讨供货。欧洲合资公司已终止共同开发。主要往来银行暂缓追加贷款。核心驱动装置的供应也可能中断。直到昨天，他们还排着队要与我们合作。昨天哈娜能赚钱，今天害怕并排斥哈娜反而能赚钱。维克多，奥尔多一枪未发就掐住了会长的脖子。插播最新消息，这是非洲史瓦拉总统的紧急声明。史瓦拉共和国不会对邻近君主国人民的自由与民主视而不见。为了
了非洲民主化，萨缪尔总统辞去洛基执行长，领导民运，在什瓦拉建立自由政权。他不止在国内，更在整个非洲被誉为民主化英雄。卡伦巴王国连1天都撑不住，便宣告崩溃。什瓦拉政府宣称这次行动是支援民主化，但受害的君主国则认定这是明确的武力入侵。谁能保证什瓦拉的下一个目标不是我们？我们不可能向洛基工厂购买洛基的人形机器人。发表同类武器的公司只有哈纳工业。洛基持有的奇尔松股份15%转让程序已经完成。等等，临时股东会时，父亲转让的不是只有表决权吗？当时只是暂交表决权，这次洛基工厂优先订购新型晶片，并用那些股份抵付货款。洛基接受了这个条件，因为他们更急着要晶片。那么我们现在持有奇尔松半导体66%的股份了。国际局势混乱，这种时候更要管好内部。维克多不是想搞垮哈娜，要什么？他正在逼根新鲜拔刀。可是哈娜没有足以量产的晶片。去日本？日本？去哪儿？哈娜工业。苏丽代表红梅还好。你骗了我，还攻击奇尔松，现在竟能若无其事地问我好不好？没想到奇尔松竟然亲自登门，真是意外。我就开门见山吧，我们会供应晶片给哈娜。你很清楚哈娜目前的处境，看来是想要别的东西。我们不收现金。1周内我们会供应哈娜相当于洛基工厂优先订单2倍的晶片。条件？哈娜工业29%的股份。你想趁公司倒下时从他身上割肉吗？我们依照供应洛基的价格以及哈娜目前的股价精确计算。29%足以威胁公司的经营权。公司得先活下来，才有经营权可谈。就连复仇也得公司还活着才能继续吧。29%怕太多，那就用现金买。把合约送过来。确认股份完成转让后，我们会立刻供货。大师姐，哈娜真的会重新崛起吗？什瓦拉周边的君主国，他们只剩一个选择：
需求增加，供应商却只有哈纳工业。这不就是简单的市场原理吗？您确定吗？对恐惧的人而言，金钱的价值自然会改变。5个君主国同时提出采购要求，其中2国表示会先支付预付款。生死存亡当前，人们总会先找武器，而不是顾忌制裁。因外界反对战斗型人形机器人而暴跌的哈纳工业股价，在卡伦巴崩溃后，随着邻国大量下单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国际社会对人形机器人武器的扩散表达深切忧虑。大师姐，那99%持股已升值数倍。奇尔松已成为哈纳工业的主要股东之一。大师姐，您连战争会爆发都知道吗？我并非早知会开战，我只是知道，看见刀的人会先去找刀。那我们现在能用奇尔松晶片控制洛基和哈纳吗？还谈不上控制。不过现在我们能在同等条件下交手。现在，哈纳与洛基的战斗型人形机器人正彼此对峙。外界预料2家公司将首次直接冲突，两位怎么看？各方都会遵守规定。全球规定禁止战斗型人形机器人配备火药武器，率先违规的企业将独自面对全球舆论与制裁。所以哈纳选用武士刀，洛基则以盾牌和钉头衣为标准武装。我不认同，这是战斗人形机器人问世后才既定的规定，既没有专责执法机构，也没有自动制裁条款，约束力很弱。您认为这场战斗会突破那条底线吗？2家公司都知道可能失去市场，只会使用获准的武器作战。即使没有枪，那条底线也会被打破。规定只禁火药，管不了机器的杀伤判断和投入规模。即便如此，不率先使用火药武器的底线仍然存在。若遵守那条底线也能发动战争，这项规定就已经失败。2家公司的军力与供应链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社会的管控能力，就连应执行制裁的国家也已依赖洛基的生产与国防营运网络。这场战斗结束后，就会催生新的法律。因为人们将看清，今天的规定挡不住今天的战争。随着哈纳参战，非洲战争正朝不同于以往的方向发展。战局如今变成史瓦拉使用的洛基与君主国一方投入的哈纳正面对抗，双方持续在多条战线上激烈交锋。
目前仍没有任何一方取得明显优势。哈娜的介入阻止不了非洲民主化的崇高目标，我们不会放弃，为了自由与民主，我们会奋战到底。昨天还指责那是杀人武器，今天却说它是保卫国家的盾牌。因为现在需要它。需要啊！在我们的时代，正义不属于人。贪欲直冲天际，大禹便会回应，前汉也会索取代价，国王无法夺羽，乞丐也不会承受更多钱汉。正义在人之上，所以它不会改变。如今正义竟然会召开记者会，一边高喊民主，一边跨越国界。所谓人人都拥有力量，那就是民主的虚假面具。那副面具已经脱落，掌握力量的人就成为正义，民主的真面目已经显露。人民从来不曾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。既然你看清了那副真面目，为什么还要伸手介入？因为刀不会消失，即使有人放下，也只会被另一只手捡起。那股力量一旦由你掌握，下一个正义就会由你决定。苏里，你能以正义之道运用那股力量吗？不能。我没有信心能正当的运用它，所以我不会坐上裁定正义的位置，也不打算用力量支配任何人。无论洛基还是哈娜，任何一方成为正义的瞬间，那把正义之刃终有一天会指向我的家人。所以，我只是不能把所有力量全交给任何一方。所以你要让他们先来征求你的许可。若刀架在自己人脖子上，对，得先经过我同意。即使是不自称正义的手，握刀太久也会开始以正义自居。1000年前，我和维克多也相信自己就是正义，那份信念将整座村庄关进了没有时间的牢狱。那时我们也有想守护的东西，就像你一样。师父在那时做出了裁决，我不审判任何人，无论洛基还是哈娜，我只是把晶片交给双方，不让任何一方成为正义。拒绝裁决的手，却掌握着裁决的力量。洛基和哈娜起初也都是为了守护各自重视的事物，才一路走到今天。在力量及正义的世界里，谁能保证手握力量的你，直到最后都不会成为正义？我无法保证，力量本来就是如此。不过，有一件事不会改变。我从没说过要拯救世界，也没说过要成为正义。我说过我会守护齐尔松和自己人，这句话不会改变。如果哪天变了，师父不正是为此才在我身边吗？你真以为我能阻止你吗？你所说的话没有一句错，这才是最令我这老太婆害怕的地方。还不是时候，现在还不是。老公，我今天累坏了，工作怎么做都做不完。
看你的脸就知道，晚餐也没吃吧？公司占了你一整天，现在是我的时间，喝了就休息。你的时间，嘴真甜。老公就在眼前，比可乐还刺激，我干嘛喝这个？过来。苏丽，最近有件怪事，只要靠你这么近，时钟真的会变慢。这很正常啊，听说有人还会听见钟声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再试一次就知道了，总得确认。哎，露我的小狗狗，你这样会让我心动哎。老公真的全停了，世界变黑白，我也动不了。我一开始也很难受，后来就轻松了。开始轻松了，像在无重力下走路，没有完全停止，只是时间变慢了。对，用呼吸和专注控制，深深吐气就会缓下来。战斗时能用就厉害了。哦，正在消失。我撑不了多久，哎，你也变慢，真奇怪。老公，夫妻本来就是一体。婚礼都还没办，你就叫我老公，你还又要笑我了。史迪克，刚才只有你没变慢吧？什么？它就只是一只狗？饲料碗，我故意用前脚推倒的。应该只是巧合。老公，过来。又来？不是那个，我还要再充一点电。哈娜工业接连与非洲君主国签下大型合约。你觉得他们拿到钱第一件事会做什么？会来找我们要更多晶片，这次还会带现金来。洛基甚至想在部署前先付款，一边拿到现金，一边被逼入绝境。两边都会来找我们，但我们从各自得到的不同。史迪克，你昨天是装的吧？也是，狗能懂什么？是，大师姐。妙学每天追踪哈娜股价，告诉我那29%值多少？截至昨天已是收购价的3倍。别卖，下跌时低调，合法的继续买。哈娜很快会再要晶片，这次会复现。所以现在买，资金一到，他们就不会卖股。洛基也提高了美中订单。洛基预付，维持非独家条款。紧急生产会议已排好。我马上到。刚才的事儿不能不管，下班后测试，晚餐也一起吃。时间测试只是借口，你只是想吃晚餐吧？好，我不迟到。
非洲跟祖国的订单，让哈拿全面恢复元气。奇尔松已取得哈拿工业29%的股份。我们明明把哈娜逼到绝境，我还以为她只是个不懂事的小丫头，没想到真有一套。奇尔松想同时牵制双方，他想靠一款晶片平衡洛基和哈娜，把洛基中国工厂库存的人形机器人全送去施瓦拉。全部吗？不只是非洲之战，洛基和哈娜争主导权，履行施瓦拉正式要求的洛基支援合约。我做晚餐等你，别迟到。美中提前交货，洛基要求追加晶片。我们开了2个条件，交货前全额付款，还有接受我们也把同款晶片卖给哈娜。洛基会接受，同款晶片会落到对手手上。3天了还没答复。如果洛基退出呢？他们能去别处买。他们无路可走，那种效能的晶片只有我们能做，而且交期是他们先向美中政府公布的，所以不能延期。错过交期就失去合约，我们不卖也没损失，急的不是我们。但他们的销售模式很特别，机器免费。免费送，只收月租费。那么多机器，谁出钱？洛基先全额负担，他们自掏腰包造几10万台，想先占住市场。哪来那么多钱？所以才要我们降晶片价格，但我们不降。奇尔松要求全额预付，也会把同款晶片卖给哈拿。付。同款晶片会让哈拿的人形机器人与我们同等效能。我们有美国、中国，人口超过10倍，效能相同也没差。只要先部署，后来者就得拆掉既有设备。可是阁下，我们资金不足。差多少？机器全由我们出钱，月租要很久才能回本。能筹多少就全筹来，连房地产和分部资金也要。有奇尔松晶片，自动化生产线就完成了，不停运转就能大降成本。自动化能降成本，但启动资金仍不足。能卖的房产全卖，各国分部资金也由总部掌控。连各国分部也要把奥尔多的钱全压在一起，太危险了。韩国和日本交给当地处理，才会那么轻易失手。趁大家还不懂人形机器人，立刻部署，至以后就晚了。机会只有一次。要是失败，整个奥尔多都会垮。成功的话，美国和中国就是我们的。把全款汇给奇尔松，我们要省的是时间，不是钱。洛基的全款刚入账。不是说没钱吗？哪来的？这金额对他们太冒险了。做到这地步，表示他们真的急了。出货，下一批稍微延后。为什么？他们付清了。
他们正忙着部署第一批，没空怀疑我们的进度。第二批一迟，他们就会来求我们。到时再加条件，只要够急，就会照我们的条件走。零前期费用的订阅制加速了普及。订阅降低负担，个人与企业的采用量暴增。应用正从家庭、餐厅快速扩展到物流、制造与医疗。美国已从家庭用途扩大核准至产业、政府和军事支援。中国跳过测试，直接决定全国部署。公寓、餐厅、国营工厂、铁路枢纽、警局与边境基地同步部署。所有职场都放一台，让谁都拿不回那些工作。一旦取消订阅，全世界就会跟着停摆。会长，不能再拖了。还剩多久？回答我。以您的身体，撑不到战争结束。父亲，奥尔多正等您先拔剑。请别相信偏见，现在还能阻止。现在停手，邮寄你就会被迫卷入这场战争。这是我必须偿还的业债。哈娜恢复了。你在那里多久了？久到听完您想隐瞒的事，会长。但您的身体等不到战争结束。有办法吗？如果您的身体承受不了时间呢？那就换成能承受的身体。东西各2人，其余守本馆。本馆里面呢？组长在里面。苏丽碰到盗汗的瞬间，2人的时间都变慢了。确定？我亲眼看见房里的一切都停了。他的觉醒开始了，但他独自一人时不稳定，只有碰到苏丽才会发动，所以还没完全觉醒。监视有多少人？包含我30人。够了。活捉盗汗。有23名护卫，全是营组。所以没有大人。趁苏丽不再动手，在他回来前结束。是。
目标是盗汉，活捉。其他人可以杀。正门失守，他们也翻过东墙了。几人？超过20，全都带刀。先把屋里的人带进去，放弃外围，所有人到院子。通讯和电力都断了，他们从外面切断线路。只要发出紧急讯号，有人闯进家里，报警。救护车也叫，盗汉一个人在家。把史迪克带到更里面，远离窗户。怎么了？有入侵者，看来不是普通人。活捉盗汉，其他人不重要。推进客厅，我们撑不住了。别正面接，卸开攻击，3人一组，先守东侧楼梯，别让他们进前门。来了多少人？大家都因为我们受伤了。少爷，快进去！少爷，你刚才叫我少爷。晚点哦，大家都进去后，你也进来。外面还有人，我守正面。拜托，像昨天一样。怎么不行？一定要苏丽在场吗？
在我后面别动哦。根本打不完。先把那女人拉开。像昨天一样停下来，拜托就一次啊！不，史迪克，回来！碰到结界，身体就会融化，无法接近。用剑气攻击结界。史迪克，住手！你会死！这是我的家。先攻击那个女人。成功了。苏里，憋住呼吸。啥？跟昨天一样，吐气就会解除。有效。老公，再一次。不行，我维持不了时间。史迪克，你们闯进我家，到此为止。盗汗，我没事，但很多人受伤了。凯，撑住！我没事，组长您呢？哪里没事啊？
凯，你的状况很糟。救护车快到了，再撑一下。先送邮寄去医院。浩斯，别说话，你流太多血了。我不是叫你别再这样吗？浩斯，这里有东西怪怪的。邮寄不要。你没被刨吧？别哭，我没事。你若被藏了，我会杀光全世界的蜜蜂。浩斯，没事吧？以后不准再这样。我说过不准再这样。邮寄。凯，他只是昏过去，还有脉搏。史迪克没醒。陆存星君大人一直借用史迪克的身体保护我。那史迪克呢？一会没事，力量太强才昏过去。又醒了。陆存星君大人一直在帮我，哈娜和洛基的交易也是。大师姐，救护车到了，伤者全送齐尔松医院，消息别外泄。明白。我们该加强警备，要不要把师傅接来？不行，我们得保护在天龙府闭关的大仙们。那我搬来这里如何？我当然欢迎，通勤到首尔不麻烦吗？我的租约这个月到期，首尔房租才更麻烦。手术结束了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谢谢您。他的肩部神经断裂，那是什么意思？结合失败，右臂今后很难使用。意思是复健就会好吗？不是。还有别的方法吗？以目前医疗，没有。大师姐，哈娜的非洲预付款入账了，公告后股价也上涨。未成交的委托呢？全成交了，还要继续买吗？到此为止，锁定29%，刚买的长期持有。哈娜很快会再要晶片，这次付现。告诉他们，晶片价格加倍。他们可能不接受2倍。告诉天津，再碰我的家人，下次就是10倍。明白，但今天是星期日，您要去哪里？去探望凯，一直想去，却被修缮和工作耽搁了。苏里迟到了。好，我来了。别吵醒他，看来他熬了一整夜。史迪克啊！真的，非截肢不可吗？右臂已经保不住了，要保命就得截肢。他一辈子都靠剑活着。这点我知道，但现在保命比保住手臂功能更重要。对医生来说，就只是一条手臂吧。请您决定是否截肢。再拖下去，坏死会危及生命。
已经开始坏死了吗？还没，但患部几乎没有血流。不只是神经受损吗？不只是刀伤或枪伤造成的神经断裂。医生，请再检查一次。查过多次，好吧，再看看。等等，医生，他的手指动了。不会，您听得到吗？请动一下手指。这只能说是奇迹。神经和血管明明全毁了，现在竟全接回来了。那他还能握剑吗？可以，神经、血管和肌肉反应都正常。凯医生说不用截肢了。凯先生，恭喜出院。大家因我们受伤幸好都好了。谢谢，医院说这是奇迹，但我知道是苏丽小姐帮了我。不是我做的，史迪克做的。陆存星君似乎借史迪克的身体救了凯先生。陆存星君是守护此地已久的北斗齐尔松星君之一。虽然不太懂，还是谢谢您。大家守我们家才受伤。想回报一点，我盖了间剑道场，方便大家晨练。在院子练就够了。大小姐每天一早都先顾院子，班都不管了。总之，谢谢你准备到场。唉，乐园没了，我也来学剑道好了。剑道不是拿来满足私心的。讲得真老派，我随口说说啦。别误会，不是不信任各位才增派人手。敌人太难预测，天龙府也会派人进驻隔壁，一起训练也能彼此照应。那边的人由妙雪负责，今后请多指教。家变堡垒了。老公小心，目标是你，他们的目标是你。看来该学剑道的是我，不是敏涵。不是，你笑什么？笑什么？我可是跆拳道3段，怎么老觉得被看扁？没，谁敢小看我老公？来喽，我家小狗委屈啦。爷，你也笑我？田津，恶化加快。我之前说的是，办得到吗？至今在人体上只成功过1次。会长认识他，奥尔多的维克多，排斥普里莫，肉体与灵魂会崩解，彻底消失。看来我没有选择别的。得到那身体的代价是放弃人最珍贵的一样东西。什么？死亡带来的安宁。与普里莫结合后几乎不会死。去准备吧。需要1个月。这段时间请锻炼意志。注入普里莫时需要人类最强的意志。这段时间哈拿工业交给你，我把决策权交给你。明白。
奇尔松把晶片供应价调高1倍，还警告再碰家人就涨10倍。哼，洪苏利似乎很气我那声招呼。接受涨价，追加量提高到原合约2倍，增加印度自研晶片预算，产线也扩增1倍。建议评估风险后再决定。这项投资太急了，败给洛基哈娜，工业也完了。砍掉其他投资，集中发展人形机器人。只要在非洲占上风，全球都会成为我们的市场。计划部署：中国53%，美国31%。中国大幅领先。美国怎么落后？国会的管制案让通关一再延误。民用协商，国会由我处理。资金见底了，连预备金都用了，撑不了多久。卖掉奥尔多所有油田、矿山和持股。那是奥尔多多年的家底，全卖掉只为免费发机器，外界会说那是进贡，不是生意。成本近乎0，只剩订阅费。到时候货币价值由我们决定。继续增加中国投放量。但美国的反对示威正在扩散。别管，我们不要工人。知道一切不变，希望就没了。没希望的人好控制。中国领先，挫折就成恐惧。政府和企业自然会先撤管制。接受人形机器人的中国正缩小与美国制造差距。美国失业疑虑引发反对示威和加强管制的要求席卷全国。另有报告指出，中国将在2年内超越美国。叫商务部长进来。中国制造业增18%，我们只有3%，追赶时点也提前了。人形机器省人力，连关税都能吸收，还有利润。如果制裁洛基呢？我们产量降更多。美国工厂和家庭都在用洛基的人形机器人。听说不少示威者家里也在用洛基。是，白天反对，回家离不开它。放宽管制，职位消失；不放宽，工作和产业一起消失。要不要引进，早就定了，只剩速度问题。今天真想抽根戒掉的烟。一言，维克多先生到了。商委会拿下，院会还差2票。法案名称呢？机器人松绑案。改名制造业复苏法，副转型基金，2票在工业州。
企业会失去中国订单，移送北京。合约一断，企业会先找议员，隔天表决，不准反对。奥尔多多年扶我上位，这次我会值回代价。没白送，随时有人能取代你。美国国会全面解除人形机器人管制，家用机器人随即普及全美。劳工界抗议，要求保障工作与尊严。安娜也把便当装好了。安娜，今天多么果酱！这周又没加班，又讲，安娜的月费又涨了。再这样，只能退订了。没安娜就办不了。想吃我煮的就退订啊！今天也要去示威。这次不硬起来，工作真的会没了。忙完就回。安娜，我们一起做这个。欧洲会先开放市场，德国、法国和北欧都没有限制。欧洲算了，政权随时换，大家都过得好，就失去比较。留住欧洲当对照，美国和中国看着欧洲就会安心，也会怕自己变成欧洲。新晶片完成了，效能是奇尔松的60%，立刻量产。民用机器人改用这款晶片，奇尔松晶片只留给战斗型。大师姐，洛基订单骤减，因为家用、工业型改用自制晶片。洛基晶片效能如何？只有奇尔松的60%，战斗型仍用奇尔松，但数量不多。洛基的人形机器人仍持续增加，美国、中国都一样。现在就算我们不卖晶片，洛基照样运转。可是洛基没有减慢投放，机器成本还没回收，就继续扩张。那些钱从哪来？奥尔多正在变卖资产，油田、矿山持股全卖。一部分？不是全部。奥尔多烧光根基，只为撒机器。若只抢市场，何必急？一定另有盘算。大师姐，民用制造商只剩 Nexora 与 Asian 代售。Nexora 技术接近洛基，但被洛基的订阅制逼到破产，产线在美国。Asian 技术差，规模大，但 Asian 在印度有产线，认证和维修网也健全。印度是洛基尚未进入的市场。选 Asian。Asian 技术不如 Nexora， 技术能补，
齐尔松需要洛基以外的民用产线，出价 Asian 估值的一半。Asian 没理由接受。他们会接受，比齐尔松更清楚自己的贬值速度。即使半价，对齐尔松也是巨款。就算买下 Asian， 也打不了价格战。我知道，这不是生意。大师姐，请问，齐尔松有晶片哈纳谷，为什么还需要成品？齐尔松晶片是心脏，但那具身体听谁的，做什么？齐尔松看不见，哈娜看的是战场。洛基已进家里，齐尔松只卖晶片，就只是替人定价的公司。洛基以订阅控美中，我无法想象他会做什么。要对抗洛基，齐尔松也得会做同类产品。何时向会长报告？我会亲自跟师傅说。韩国分部重建费我申请了2次，1毛都没收到。钱不会来，中央不给。组合长空缺，选举延后3年。大祭司下紧急令，他独断一切，分部直属中央派监察员。那你怎么办？我被停职待命了。老公，头还在脖子上，中央只搬走椅子。日本分部来电说组织撑不住了，日本分部要关门。不是关门，是被赶出日本。英族本队与埃勒姆森团结盟了，两方一联手，奥尔多在日本便无处立足。中央怎么说？要日本分部自行判断，就是中央放弃了日本分部。还有130人，他们无处可去，在韩国替他们找个落脚处。石金堂继续当掩护，我们还要一个新据点。我们连日本分部的人也要扛？不是扛，是接纳他们。130人是一整个社区，先找钱再找地方。洪苏里知道我们的处境，他应该把钱存进秘密账户了。这栋房也是苏丽找的，还要拿他的钱养日本分部。苏丽是家人，是家人也不能共用同一本存折。大祭司知道不会罢休，他迟早会知道。明知如此，为什么还接人？正卖奥尔多资产，连油田矿山都要卖。若传闻属实，我们熟悉的奥尔多已不在。各分部不知情，问中央，只叫我们等。日本分部已垮了，奥尔多传承1000年，不是任一个人说了算的组织，总得有人为他倒下做准备。可是师傅，您最近怎么都不去公司？想我？才不是！我想向会长报告，您却不在。你做得好，我不必出面。师傅不来，我才做。所以说你做得好。
我想收购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。你准备正式开战吗？我是在准备阻止战争。洛基太快，不知会到哪。弱者总会被卷进战争，有力量就没人敢拖你下水。掌权者也都这么说。我知道。希望世界真能如你所想。这里是哪里？天龙府大仙闭关修行之处。里面有人吗？有。我在天龙府那么久，竟不知道这里。只有大仙知道此地，闭关者无法应付外患，毫无防备，所以必须保密。那为什么带我来？师父，我感觉到一股怪异气息。苏丽，你有一个侄子。侄子？是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你了。